嗨，大家好！利用雾锁王国强大的体速建造功能以及各种功能性道具，我在我们天空之城一旁建了超大规模的鱿鱼游戏比赛场地，开办了一场16人你死我活的狂欢派对。跟电影设定差不多，我设计的比赛场地一共分为4个项目，层层淘汰，最后一名幸存者将会拿走所有奖金。第一个项目跟电影一样，是123木头人。比赛是在一个巨大而且闭塞的空间进行，两侧建了娜娜和我用于拍摄的走廊。比赛规则跟电影一样也就是大家从起跑线要一路跑到终点线但是只能在我念咒期间才可以跑动。木工划过去，皮尔斯尼达。念咒一停，大家就得停下来。万一谁不小心动了，就会被残忍的淘汰。但跟现实不一样在游戏里，你想让角色保持不动是没什么挑战性的，只要不碰键盘鼠标，你的角色就肯定不会动。所以我决定在场地设计各种障碍和陷阱，提高大家发生失误或发生意外的几率。比如起跑线附近会有一些墙壁，让你不得不绕一些弯路其中有一个窗户，我故意开的比较大，观察到的人就可以直接从窗户通过，不用绕墙了。而在窗户的另一边，我又挖了个坑。这样，当发现这个窗户的人边沾沾自喜边跨过窗户的一瞬间就会摔下去了。弄完之后，我特地试了一下够不够不安全发现有几率直接越过这个坑，所以使用最不起眼的栅栏进行了改良这下完美了。而大部分人会从中路走过来，当他们发现右边有坑之后很多人应该会本能的挑左边走，而在左边路线拐几道弯之后这些人最终会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我特地用能见度高的栅栏堆了这面墙，让困在这里的人可以看到对面其他选手离他而去。走出起始区域之后选手们继续面临选择和挑战。整个场地的设计思路是不停给大家提供多种前进路线，而且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那种。不管你是稳健型还是冒险型人格都有合适的路线，这样就能欣赏到不同倾向的人类们做出的不同选择了。接下来一段，你可以选择看起来相对安全容易的边缘窄道路线但是得绕得最远，或者你可以稍微只绕一下下，然后马上翻越障碍往前冲但是跳过大坑的时候需要小心些。在中路最短的路线，我立了个门，而且特地在门的两边也立了墙让对面无法提前看出门后面是什么。如果你是艺高人胆大的话，那你也可以翻越最高的墙，选择这条最短路线。门后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故弄玄虚。只要你开门之后不急着往前冲的话，是充分可以躲过门后陷阱的。我特地没有加高门的上方也给了能够直接跳过这扇门的选项但这是最危险的举动。看来还是不够危险。接下来的区间也分3条路线，如果你是从最安全的边缘窄道走过来的话最终会面临这扇门，而这扇门后面是被堵死的。我想了想又特地凿开了上方的墙，让光线照射进来，提示走到这里的人也可以试着从上方跳出去，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高度是充分可以跳出去的，但因为上面有个挡板所以其实还是跳不出去的。这样就可以引诱这里的人再花些时间继续做无用功再掉头了。艾玛还在这儿，他还在这边正在尝试着看看上面能不能跳上去。另外2扇门都是可以顺利到达下个区间的正常门，其中一个你只能从对岸用钩索到达，也是最快的路线。但是紧挨在一起的多个钩索门会令你很难瞄准，万一钩错就会万劫不复。而且我故意设计成，即使开了门之后也得稍微花些时间才能钻进去，造成拥堵，这样就有几率把后面急着飞过来的其他人也给撞下去了。而第3条道是最安全方便的路线只是在入口你得蹲下身，稍微挤一挤才能进去。而这条道旁边我故意多加了一个钩索，这样本来在这条道走得好好的人一旦注意到这个钩索，可能会觉得目前这条道过于安全，事有蹊跷然后通过这个钩索被骗到旁边更危险的路线了。这2扇门之后的区域是没有任何陷阱，很正常的小区间，是给大家提供温暖、享受短暂放松的区间。不过经历前面的这些路程之后有的人也有可能草木皆兵。而打开正中央的双开门，迎接选手们的是突如其来的耀眼光芒，预示着他们成功到达了123木头人项目的第2阶段。如果说第1阶段是在闭塞幽暗的环境中进行的话，第2阶段是一个通透明亮的环境，场地上也盛开着各种美丽的花草，也算是对坚持到这的参赛者们一种嘉奖。第1排的2个花坛是完全安全的，而前面又分为3个路线，两边道路7弯8拐，比较耗时。而在中路你可以用钩索直接荡到终点。
而你要冒的风险不只是对面高高的障碍物，中间花坛在满地盛开的花朵中隐藏着3个坑啊，在这里跑在最前面的人是最危险的。谁掉下去了吗？一直领先其他人，结果在快要到达终点的前一刻啊，发生不测，前功尽弃。而第2名以后车之鉴4级反超，是这个陷阱背后的设计思想。终点放有11个座位啊，表示1、2、3木头人前11名会进入下一轮，最后3名会被永久淘汰。穿过终点线旁边的门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的场地。两边栏杆前还放有马桶啊，在刚刚紧张的比赛里还来不及方便的人员，可以在这边欣赏绝美景色啊，边解决燃眉之急。第2个项目是鱿鱼游戏里的玻璃桥挑战。电影里，如果你跳到错误的玻璃上啊，玻璃会碎，人也摔落而亡了。而在这里，你跳错地板会被炸死。为了避免炸弹没能炸死人啊，这种意外情况发生，我先带娜娜进行了实地测试。你待在这儿看一下那个雪山。待在我这儿，看。而在增加炸药桶数量之后啊，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炸药桶的爆炸范围太广，会波及到下一个跳板的炸药桶，引发连锁爆炸。所以只好拉开每个跳板之间的间距了，然后用不会被炸坏的建材封住底板四周啊，这样从任何方向啊，即便是黑进我的电脑偷看我的画面，也看不出炸药桶藏在哪一边了。起点附近刻有11个刻度，从上一轮项目的第1名开始优先挑选排的顺序。跳板一共有8个。在这一关，只有6个人能进下一轮，5个人必定会被淘汰。也就是说，如果你前面有6个人成功走完跳板的话，你即使没被炸死啊，也会被自动淘汰了。所以并不一定是顺序越靠后就越有利。前4个跳板是木质的啊，选错边的人引爆炸药身亡的同时，那一边的木板也会被炸毁，对后面的人会成为前车之鉴。而后4个跳板是不会被破坏的青铜材质啊，所以你得记住前人走过的路径。还有就是第4个跳板是两边都放了炸药啊，就说第1个跳到这里的人，不管你是多么慎重的选择，都无济于事啊。打从一开始结局就是注定好的。最先活着走完所有跳板的6个人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了。穿过门就会进入中间休息站啊，稍作准备。在建这个休息站的时候啊，虽然跟建设比赛场地完全无关，而且在前面2个场地的建设啊花了大量时间，我还是决定拿出我的绝活，为大家建漂亮的落地窗，让他们能更惬意地享受这场比赛。在落地窗前啊，也不忘放马桶。第3轮项目是我原创的赛事啊，我建出6×6共36格的方形场地，然后在每个格子放进炸药桶、金桶、马桶之中的一个，然后用土盖好。到时已经被淘汰的人员上上方的观众席，活下来的6人根据上一轮的排名顺序，各自挑选好格子站好，并且按顺序用镐头挖脚下的桶。如果挖到的是马桶啊，说明安全了；如果挖到的是炸药桶，就由观众们射箭引爆啊，送他上路。如果挖到了金桶，并成功进入决赛了，那按照挖到的金桶数量啊，会在决赛获得某种优势。跟前面的落地窗一样啊，虽然跟比赛本身完全无关，但为了给大家呈现更好的视听盛宴啊，我还是栽培了各种花草植物幼苗，种在了这些格子上面。这样，即将要在这里被炸死的4个人，在最后时刻看到的啊，至少是漂亮的事物。最后仅剩的2个人啊，就可以穿过这扇门进入最终决赛了。这时奖金也会积累到7万韩元。决赛也是我结合雾锁王国的建造和道具特点所设想出的原创赛事。简单来讲，就是2人在场地的两端各自有7个隔间，每轮有1人上这7个隔间中的一个，对面的另一人猜对方上了哪个隔间，并用箭射中该隔间前方的炸药桶，看谁先把对方炸死。隔间是易碎材质，会被炸药桶炸毁啊，所以随着轮次的进行，能躲藏的隔间数啊也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有个问题是在游戏里是会直接显示一定范围之内的队友名字和血条的，躲藏和猜测对方位置啊也就变得没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娜娜的帮助下，确认了至少要隔多远才不会互相显示对方的名称，根据这个结果来决定场地的宽度。然后一开始我想的只是在隔间前面放一些炸药啊，但这样攻击方就很难射中远处小小的炸弹了，所以后来改成连锁引爆的方式，两边各自有7条由炸药桶组成的导火线，攻击方需要射中7条线路中最前端的炸药桶，引爆该线路，并希望对方躲在这条线路后面的隔间里，这样不仅更容易射中炸药桶啊，视觉效果也会变得更好看。之后我又发现，当射炸药桶的时候啊，很有可能会误射到其他线路中间的炸药桶，所以我决定在炸药桶上方也盖个保护套。所以最终决赛场地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啊，到时将会是一个观众席。
而最终只有一个人能穿过这里，走到决赛场地后方的荣耀台，坐上荣耀之马桶独吞所有奖金。建完之后，再备份好世界状态，尽量为各种意外情况做好应急预案。比如决赛场地有大量炸药，参加人数也众多万一有人不小心引爆比赛场地了，也能把场地还原回来。而且比赛结束之后也可以再次复原比赛场地供大家欣赏了。这就是雾锁王国由于比赛的整个场地全貌以及准备过程了，耗时1天半。届时，我们金刀集团的员工们将会在这龙争虎斗、捉对厮杀，决出最后的冠军。而这也将会成为我和娜娜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游玩雾锁王国之旅的谢幕活动，敬请期待下期的雾锁王国鱿鱼游戏影片。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没有王法这里没有法律保护你们。不要进来了，前面没有，我在想是你。我操，那个孙艾玛马上要到达下一个门了，想骗我？是不是先跌下去了？是不是先跌下去了？好坏哦！你给我不要跑，你给我不站回去，你给我不站回去。哦耶！老板，我没有保头。好，我准备好准备好发生什么意外那也算淘汰母公花过去皮尔斯尼达。有人用了那个瞬移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你一步走错了，可能对后面有深远的影响